Hello， 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终于我们要开始新的系列了。根据小伙伴们的建议，今天咱们开始新的经典恐怖系列《致命弯道》，又名《肢解狂魔》。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一集。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瑞奇和艾迪来到位于西维吉尼亚州偏僻乡下的一座荒山上进行攀岩运动。瑞奇身强体壮，很快爬到了山顶，艾迪落在了后面。这时他脚下一滑，直接掉落下去，吓得尖叫一声，幸亏有安全绳保护，有惊无险。艾迪一边继续往上爬，一边喊瑞奇拉他一把。刚刚还在调侃的瑞奇，此时却没了回应。再抬头看，发现瑞奇趴在悬崖边，耷拉着脑袋，似乎已经失去了意识，无论怎么叫都没有反应，还有鲜血滴落在艾迪脸上。艾迪意识到山顶上有人袭击了瑞奇，紧接着瑞奇的尸体被扔下悬崖，然后有人开始疯狂往上拽艾迪的安全绳。眼看艾迪就要被拽了下去，情急之下，艾迪拔出小刀割断安全绳，用尽全身力气往左侧横移，试图抓住左侧的安全绳。几经努力之后，还是掉了下来。山顶上明显是有人在奔跑，还发出一阵阵怪叫。艾迪爬起来，跌跌撞撞跑向他们的汽车，结果被早已布置好的铁荆棘绊倒。惊叫声中，艾迪被拖走。据媒体报道，在西维吉尼亚州的大山深处，有一群近亲结婚者的后代，面部扭曲，身体佝偻，精神异常，常常绑架杀害来此探险的男男女女，甚至有食人现象发生，人称食人魔。多起失踪事件很可能与这些食人魔有关。一周后，男主克里斯驾车赶往西维吉尼亚州的罗里，他要去参加一场面试。车载收音机正在广播电影开头一对男女失踪的消息。克里斯并没有当回事，驾车一路疾驰。不过很快发生了堵车，下车打听得知前方发生车祸，化学品泄漏，已经堵了5公里长，预计还要堵几个小时。克里斯只得掉头，一边试图寻找小路前往，一边打电话给雇主请假，说自己要晚到半个小时。话没说完，手机就没了信号，只得加快速度往目的地赶。路过一个破败不堪的加油站，一位满脸污秽的老者坐在那里。克里斯想借用固定电话，发现电话已经坏掉。在加油站的墙上，他发现一个地图，地图上有人画了一条红色的虚线，似乎可以绕过刚才的堵车点。老者说那是一条新路，地图还没来得及更新。克里斯对老者说了句谢谢，您多保重，驾车急忙离去。看着克里斯远去的背影，老者喃喃地说道，你才需要好好保重。在一个岔路口看到熊山路的指示牌，克里斯犹豫了一下，转到左侧的小路。没走多远，看到一头倒在树边的麋鹿。克里斯想从后视镜里看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结果追尾了前面一辆车。车上下来几个人，他们说他们的车是压到一个铁丝网爆胎，所以才停下来的。细心的白衣女孩杰西发现铁丝网是有人刻意布置的，因为一端拴在路边的树上。2辆车都坏了，手机又都没信号。克里斯与另外3个人步行出去寻求救助，另有目的的艾文和弗朗斯留了下来。这时树林中显然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们。外出的4个人越走越远，看四周无人，艾文和弗朗斯卿卿我我。穿黄衣服的斯科特与梳着马尾辫的卡莉是一对情侣，2个人一边走一边讨论策划即将到来的婚礼。艾文和杰西走在前面，没走多远，路边发现正在燃烧的轮胎，这说明附近有人，但是呼喊又没有人应答。克里斯面露几分惊恐之色，加快脚步继续往前走。另外一边，弗朗斯爬到克里斯的车里，找有没有好听的光盘。身后，艾文在车里找吃的，刚刚还说着话，一会儿就没了回应。弗朗斯下车寻找也看不见，以为艾文是到树林里撒尿去了。树林里发现艾文的一只鞋，再往里走，发现了一只血淋淋的耳朵。弗朗斯吓得几乎要哭了出来，赶忙往后退。这时被人突然从后面用铁丝勒住了脖子。另外一边，斯科特一边走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对婚礼的畅想。走着走着，发现卡莉不见了，大声呼喊也没有应答。这时恶作剧的卡莉突然从树林里冲了出来，吓得斯科特头发几乎要竖起来，严厉批评了卡莉一顿。4个人沿着地图上没有显示的小路找到一处破败的房屋，屋子冒着烟，显然是有人居住。院子里很多报废的汽车，敏感的杰西感到有些怪异，但是又说不出来具体的缘由，忧心忡忡地跟在大家后面。克里斯敲门，没有人应答，他打开虚掩着的门准备进去，杰西提醒他说这样不礼貌。斯科特说在西维吉尼亚州私闯民宅是很危险的，但是卡莉急着找卫生间，再加上大家确实需要一部电话求助。犹豫了一下之后，克里斯还是推门进到屋内，内急的卡莉跟了进来，相对谨慎敏感的杰西和斯科特也慢慢进了屋。呼喊依然没有人应答，桌子上放着脏兮兮的餐具，唱机还开着。杰西在一个盘子里发现了好几串汽车钥匙，桌子上有一堆的墨镜，还有一个明显不该属于这里的女孩头饰。卡莉找到了卫生间，赶紧进去关上了门。
克里斯继续在外面找电话，还发现了一个发电机，还有2个罐子里装的似乎是人的指头和牙齿，冰箱里更是一罐罐奇怪的东西。杰西发现一段铁丝网，和扎破他们车胎的一模一样。另外一边，上卫生间的卡莉竟然在一个肮脏的浴缸里发现了一只胳膊，吓得他赶紧跑了出来，叫大家赶快离开。可惜已经晚了，屋外汽车引擎声传来，一辆拖车拖着他们的2辆车开了过来，想从后门逃跑，发现后门根本打不开。克里斯和杰西躲到床下，食人魔进来了，把铁丝网丢到床上，然后咣当一声，弗朗斯的尸体被丢在地上，与藏在床下的他们正好面对面，几个人吓得不敢喘气，鲜血几乎要流到了克里斯的手上。然后弗朗斯又被拖到一个桌子上，面目狰狞的食人魔开始锯他。好一阵折腾后，几个食人魔睡着了，鼾声四起。克里斯和杰西悄悄从床下爬了出来，斯科特和卡莉也从另一个房间蹑手蹑脚走出来。卡莉不小心踢到一个罐子，吓得大家倒吸一口凉气。幸亏食人魔睡得比较死，只是动了动，并没醒来。克里斯握住门上的弹簧，避免发出声音。其他3个人慢慢出了门，但是最后一刻还是惊醒了其中一个食人魔。他看到了克里斯，大家疯狂往山坡上爬，身后几个食人魔开着汽车准备拦截他们。卡莉被吓得腿发软，在大家的鼓励下才勉强站了起来。没跑出去多远，又发现一块场地停了很多汽车，他们想找一辆车逃跑，发现所有汽车已经报废，并且都是血迹斑斑。很快看见那辆拖车开了过来，下来3个食人魔，但汽车并没有熄火，他们手里有枪还有斧头，背后背着弓箭，一点点向他们靠近。经过商量，克里斯跑出来故意引诱食人魔，其他人趁机夺取食人魔的汽车。克里斯一边呼喊一边往树林里跑，食人魔砰的一枪，克里斯倒在树林里。3个食人魔追了过去，斯科特看克里斯处境危险，就一边呼喊一边往另外一个方向跑，又是砰的一枪，食人魔又朝斯科特的方向追去。杰西和卡莉趁机跑向克里斯，还好克里斯只是腿部受伤，被搀扶着跑向拖车。打开车门，艾文的尸体掉了下来，吓得卡莉哭出了声。克里斯赶紧拉他上车，汽车启动，一个食人魔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发出怪叫。另外一边，斯科特在树林里疯狂地往前跑，眼看就要跑到拖车跟前，结果被食人魔一箭射中，接着又补了2箭，斯科特倒了下去，又是一箭射中汽车玻璃，杰西一脚油门夺路狂奔。克里斯在一旁安抚伤心欲绝的卡莉，3个食人魔则把斯科特拖走。糟糕的是，没有开出去多远，汽车陷了进去，他们只得下车。伤心欲绝的卡莉不想再逃跑，被杰西和克里斯好一顿劝说，才勉强站起来，继续艰难跋涉。傍晚时分，他们发现一个高高的树屋，令他们绝望的是，站到树屋里也看不到任何公路和村庄。杰西找到一个急救箱，为克里斯包扎伤口。卡莉找到一些荧光棒可以照明，然后又找到一个无线电台，但是一阵呼叫之后，并没有人应答。这时，3个食人魔拿着火把找了过来，本来并没有发现树屋里的他们。不巧的是，这时电台突然收到报案中心的回应，发出一阵噪音，他们彻底暴露。警察询问他们的位置，但是大家并不知道身在何处。3个食人魔开始往上爬，克里斯赶忙搬来柜子压住地板上的门。食人魔撞了几下没有撞开，然后没了动静。很快，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食人魔点着了树屋，崩溃的凯莉要直接跳下去，被杰西拦住。克里斯看了一下，直接跳到地板会摔伤，但是可以试着跳到旁边的树枝上，他第一个跳了下去。火越烧越大，卡莉第2个跳下去，差点直接掉到地上，被克里斯用力拉到树干上。最后跳下的是杰西。正当大家以为可以喘口气时，一支箭射到了树枝上，食人魔开始往树上爬。克里斯带领大家开始悄悄地移动。又是一支箭射到杰西脚下，食人魔很快追上了拖在后面的卡莉，一斧砍到了他的嘴巴里。杰西被吓得要哭出声来，被克里斯紧紧捂着。缓过神来，克里斯和杰西继续沿着树枝转移，身后不远处食人魔跟着。克里斯心生一计，要让杰西拉着一个细一点的树枝，他去引诱食人魔。待食人魔过来时，突然松开树枝，把食人魔打下去。杰西认为克里斯腿部受伤，行动太慢，会很危险，就自告奋勇去吸引食人魔。克里斯蹲守。杰西爬到树干上，开始大声呼喊，引诱食人魔。食人魔突然出现在他身后，吓得杰西躺倒在树枝上，退着往后逃。食人魔一步步跟着过去。克里斯突然松开手里的树枝，树枝像掰弯的弹簧一样把食人魔扫了下去，气得树下的食人魔发出一阵阵怪叫。杰西和克里斯趁机爬下树，逃到一处瀑布下面，找不到他们的食人魔拿着火把渐渐走远。聊天中得知，杰西是收到了男友的分手留言，心情郁闷。卡莉、斯科特还有艾文和弗朗斯是特意陪他出来散心的。现在他们都丧命在食人魔的斧头下，杰西伤心不已。克里斯抱住他，轻声安慰。
天亮之后，两个人沿着山坡继续逃命，终于发现山下有一条公路。正在琢磨如何才能下山时，突然一个大斧头擦着克里斯的脑袋砍到树干上，食人魔又找来了，又是一斧头，克里斯被打倒，滚到山坡下。杰西在山顶上发出一阵阵惨叫，公路上正好有警车经过，克里斯冲到公路上拦住警车，警察下车还没问清情况，就被追来的食人魔一箭从眼睛里射穿到后脑壳。克里斯想驾车逃跑，发现没有钥匙，只得赶紧藏到车下。食人魔捡起掉在地上的车钥匙，在找克里斯时，克里斯已经爬出来，逃到了旁边的草丛里。食人魔把警察拖上车，准备驾车离开时，克里斯又赶忙爬过去，掉在车底下。另外一边，杰西已经被绑回食人魔的老巢，其中一个食人魔看守。警车很快也被开了回去，警察被卸下。待食人魔都进屋时，克里斯偷偷从车底爬出，他们把警察大卸8块，然后又准备处理杰西。这时一扇门突然着火，两个食人魔被吸引了过去。紧接着克里斯驾警车撞了进来，一个食人魔被撞飞，燃烧瓶扔过去，另一个食人魔成了火人。克里斯拿起扳手拼命抡了几下，食人魔就此倒地不起。赶忙转身去解杰西身上的铁丝，刚解开一只胳膊，被撞飞的那个食人魔又爬了起来，和克里斯一阵搏杀。眼看克里斯就要被食人魔掐死，彻底挣脱的杰西后一支箭射穿了食人魔的脑袋，食人魔应声倒地。另一食人魔赶来，被克里斯勒住脖子，杰西一斧把他砍倒在地。两个人跌跌撞撞退到房子外，然后克里斯一枪打爆汽车油箱，房子瞬间被打碎。电影的最后，杰西和克里斯驾食人魔的拖车再次来到电影开头克里斯来过的那个破败加油站。克里斯带走了那张明显有问题的地图，看守加油站的老者躲在屋子里，一脸惊恐地看着他们离去。电影结束。小伙伴们，你们觉得看守加油站的老者和食人魔有关系吗？欢迎留言讨论。好了，致命弯道系列的第1集到此结束，下期给大家带来致命弯道系列的第2集。谢谢各位一如既往的支持，咱们下期见。